说实话，作为一个南方人，我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过这句话。但是今天我确实是在周末来到了河北啊，在这个7月盛夏来到了滑雪胜地张家口的崇礼。那来到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是要替大家来感受一款车型，一款让我作为一个未来车主感到有些又爱又恨的车型——乐道 L90。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里森，欢迎来到奥特莱。来解释一下这个又爱又恨啊。爱呢，是因为作为一个未来的用户那我当然希望未来品牌可以更好的发展，而乐道作为它的平民品牌，自然在其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恨的地方就在于，作为一个 NT 2.0 平台的车主这个乐道品牌呢，总有一些以下犯上的行为所以本次乐道 L90 的首次公开试驾，就让我对这辆车的恨更加深刻了一些。首先来分享一下这辆车的基础数据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是挂着4驱版尾标的后驱版车型这个事儿其实在昨天是闹过乌龙的。所以说它的最大功率呢是340千瓦，全部来自于后轴，是一颗 ET9 同款的电机，0到100公里加速呢是5.9秒，搭载快85度的电池，可以做到 CLTC 最大续航里程605公里。而如果你选择的是4驱版本的车型的话，你的前轴还会增加一颗功率仅为100千瓦的小电机然后你的0-100加速成绩以及你的续航这2个数字也会一定程度的下降。从数字上来看，你可能觉得这个车续航并没有太突出的地方，但是别忘了，这么一个尺寸的车只用了85度电的电池，可以做到6开头，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结果。而这也是乐道品牌一直以来非常强项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电驱效率。做到这个结果呢，有以下3个原因。第一，就是900伏高压平台确实可以提升你全电路的这个电驱效率。而第二，你别看这个车它长得就虎头虎脑的，它甚至可以用传统来形容它的车身形态，但是它的风阻系数只有0.25，什么概念呢？我的蔚来 ET5 一个溜背造型的轿车，风阻系数是0.24。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辆车空气动力学上面做出来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结果。第三是让人更感到意外的，就是它的车重。我们试驾的后驱版本车型，它的车重只有2.25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很多同尺寸的燃油 SUV 车重还要轻。而我的蔚来 ET5 作为一个车长不到4.8米的运动型轿车，重量和它也就差了不到100公斤。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尺寸的车，比我那台运动型轿车只是重了一个我而已。而这辆车它在动态方面的一系列优势，其实就是来源于它的轻量化。虽然说它的底盘硬件并没有特别突出前双叉臂，后5连杆，然后空悬加 CDC 没有任何的前缀但是由于它的车足够的轻，所以说它最后所达到的车身控制结果依旧非常的出色配合未来的这个4D 智能领航的功能，像这种相对比较平缓但是有一定起伏的路面，它真的可以说是运平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车身是飘过去的一个感觉。而当你遭遇到像现在这样的山路其实它也依旧可以提供非常出色的侧向支撑。它的这套空悬虽然说没有多枪实，但是它有一个很奇妙的设定，就是在你的行程超过20毫米之后呢，它的这个刚度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就有点像是你钢簧里面的渐进弹簧，所以说它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侧向支撑。即便是我带着速度把这样一台5米多长3排座的车带进弯里，其实它的侧倾也没有非常的夸张，这辆车依旧可以保持一个很平稳的一个车身姿态。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尺寸和定价的车型来说，这样的动态表现是相当的出色的。而整套转向系统和这种底盘调教的风格，我觉得也是非常匹配的。在轻柔模式下，它的手力和阻尼都非常的轻盈，所以你可以做到城市里代步是很轻松、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而当在山路里面疾驰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更加坚实的这个转向的这个质感，所以说把它调到稳重，那么它的阻尼和手力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而且不会有很假的阻尼感。它整个转向的过程中并没有很明显的力的突变，我觉得这是这一套转向出色的地方。关于这套转向呢，其实有2点我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第一，
是它的舒适模式，反而它的舒适模式的手力会显得有一些奇怪，手力比较大，回正力矩比较快，但是阻尼又比较弱，所以说当你在弯中绷着方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有一根橡皮筋在往回拉着你。对于我的驾驶习惯来说，我觉得这个动作稍微有一些不自然。而第二点呢，就在于这个方向盘虽然从形状上来看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你实际驾驶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12点方向的这个方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尺寸、这样一个定位的 SUV 车型来说，更圆的方向盘是我更想要的。关于操控和轻量化的表现呢，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轮胎。我们这辆车呢是选装的21寸轮胎，所以说它使用的是米其林 PSEV， 不是 PSSUV。这其实对于这个尺寸 SUV 来说也是一个很少见的事，因为它车重足够的轻，所以它可以用就是给电动轿车所设计的轮胎来适配这辆车。而同时前255后275的这个前后配的轮胎宽度也非常的匹配这辆车整体的一个底盘平衡性。虽然说整个车身啊，你看形态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大 SUV， 但是它的轮胎它整体的操纵质感，我甚至可以讲这辆车的侧倾和轮胎抓地力比我的 ET5 还好一些。同样比我 ET5 表现更好的是这辆车的驾驶性，也就是电门踏板的表现。ET5 的电门踏板或者说整个 NT 2.0 平台的车型，它的调教风格我个人觉得会有这么一点点割裂。它的前段是非常窜的，就是一点就走，但是它的后段你突然丢掉油门的时候，它的动力是缓慢释放。那我觉得前段是性能车调教，后面是舒适取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点。然而这辆车它在这一点上其实就做得很好，因为它的整体的加速度变化都是渐进渐出的一个过程，它不会有非常强大的爆发力，它在这个急加速的时候也是有着很深厚的动力储备给你往前推的那种感觉，不是一下给你弹出去的感觉。而当你快速的把电门松掉之后，你会感觉到它的加速度是缓慢的释放的，那么你整体的行进就会显得更加的行云流水，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动力的顿挫感，对于这个车的性格是非常匹配的。而它刹车脚感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调教线性度，前段不会特别的快，然而后段就是越踩越有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它在整个纵向的控制上，我觉得对于这辆车的定位来说是非常匹配的。聊完了常规的这个动态体验，我们再来玩点野的啊。虽然说这个车它长得这个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毕竟它的空悬也有着最大100毫米的总调节行程，所以说当你在比如说自驾游的路上遇到像我面前这种半铺装路面啊，你其实也可以过得比较得心应手，因为当你把底盘升到最高的时候，你的电池离地间隙已经来到了260毫米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不需要太过多的担心。你唯一需要担心的呢，可能是你的轮胎啊，这毕竟是个 PSEV， 它连 SUV 都没带，所以说它在这种路面上，你可能还是需要小心，不要把轮胎给割伤了。说到轮胎，其实昨天这套轮胎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昨天走的那段非铺装路面比今天的要刺激多了，因为它是泥地，所以说对于轮胎的附着力要求是很高的。然而我是一直上山上到半路上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哎，这辆车好像不是4驱，应该是个后驱版本。然后跟公关确认了一下，那事实确实如此。那即便是一个后驱版本的 PSEV 轮胎，在上山的时候，它也只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打滑，在这个牵引力控制系统的这个帮助下，而且我还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整个上山的一个过程。而在下山的过程中，车身也没有发生过多的扭动。那么在日常的自驾游过程中，如果你遇到比较糟糕的路面，那即便你驾驶的是这个配备公路胎的后驱版本车型，那么这辆车它足够的牵引力也可以让你摆脱一些险情。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这台乐道 L90在静态方面的一些表现。那其实主要呢是来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细节。首先，我的身高是1.9米啊，我坐在主驾，现在座椅已经放到最低了，我的头部空间其实有接近3拳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这辆车很有可能是整个蔚来家族里面能够适应驾驶员身高最广的一台车。继萤火虫之后，乐道 L90成为了整个蔚来家族第2台配备了手套箱的车型。但是呢，它并没有预留一个实体按键，它必须得在屏幕里或者语音来进行开启。而后排的这个冰箱呢也是一样，这个冰箱有着非常丰富的功能，但是最常用的这个功能就是打开冰箱，却是放在了一个不是很起眼的位置上。
二排座椅的这个独立扶手，我觉得它操作逻辑真的很厉害。常规的扶手应该是一个单向阀，然后你一节一节去找。它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你手动座椅的那个调节方式，按住才能调节它的位置。而当你放掉之后，它是完全不会动的。我觉得相比那种需要一节一节去找位置的扶手，这样的操作会显得便利很多。可能有人会好奇啊，这块二排娱乐屏它到底是不是标配？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的消息，但从我们打探来的信息来看，它应该是标配的状态。不过呢，2驱和4驱在车内的配置上还是有着一些差异的。4驱可能会增加一个零重力模式。这张二排座椅可以说是极致展现了乐道 L90这辆车的空间利用率到底有多好。首先，它的滑轨长度非常的长。其次，就算我把滑轨滑到最后面，我的座椅靠背也依旧可以放到最躺的一个状态。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在很多的9系 SUV 车型上，这一点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一个比较喜闻乐见的项目，就是由1.9米身高的我来演示一下它的第3排乘坐体验。现在1、2排呢，大概是我的乘坐姿势，我在第3排勉强可以坐下啊，我的腿毕竟长度摆在这里。但是它在第3排表现比较出色，其实它整体的坐姿，因为它的地板是接近全平的，所以说我的大腿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支撑，我坐姿还是比较端正的。昨天在来到崇礼的路上，我从北京出发坐了3个小时的考斯特，我正好是坐在后轮轮拱上的那个位置。虽然说那个的腿部空间更大，但是我宁可坐在这里，它的乘坐姿势是更加的舒适的，而且它的靠背也可以来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如果前面2排人坐的身高没有很高，或者说他们没有抱怨的话，那么我这个身高的人坐在这儿也是可以接受长途出行。在先前的节目里，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今年的中国市场会是9系 SUV 大爆发的一年。然而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你会发现这么多车型里面，只有乐道 L90是真正意义上只有纯电版本的9系 SUV， 并不是说乐道有多头铁，也不是说它一定要保持蔚来品牌的某种坚持，而是在这种极致电驱效率再加上换电的不可替代性的组合之下，它确实可以实现在不带发动机的情况下，同时满足日常通行以及诗和远方。我觉得这辆车才是乐道品牌最初的初衷。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Auto Lab，我是哈里丝儿，我们下期再见。